你有多久没有经历过那种意想不到的美好时刻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就是那种生活突然间给予你正是你需要的东西，甚至可能超出了你的期望。这样的时刻，就像一缕阳光穿透乌云，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角落，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希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在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美好变化时，反而会感到不安，甚至有些害怕。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对吗？为什么我们会对好事感到不适？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熟悉的事物，即使那些事物并不总是对我们有益。熟悉意味着安全，未知则代表着不确定性。所以，当生活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变化时，我们的本能反应可能是质疑、抵抗，甚至想要逃避。但请相信我，一旦你理解了其中的关键，你的生活中将只会发生好事。乔·迪斯彭扎博士的革命性研究揭示，这些积极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于特定的心理和情感模式。或许你无意中激活了这些模式，但一旦你了解它们，你就可以主动地创造更多这样的幸运时刻。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当好事发生时，我反而会感到不安？这其实源于我们对未知的本能戒备。即使是积极的变化，也会让我们感到陌生和不确定。我们习惯了自己的舒适区，哪怕这个舒适区并不那么舒适。改变意味着踏出我们熟悉的领域，这让我们感到焦虑。但这正是令人兴奋的地方。你即将学会如何接受这些积极的变化，甚至加速它们的到来。想象一下，每次你查看手机、打开邮件，或者只是走出家门，都有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可能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或者一段有意义的邂逅。关键在于学会识别并拥抱这些时刻，而不是怀疑或忽略它们。那些经常经历积极变化的人，与那些似乎总是陷入挣扎的人，区别在于他们理解了思想和情感如何塑造现实的原则。这并不是复杂的理论，而是你可以立即运用的实用工具。让我和你分享一些方法，让你更好地接受生活中的好事。首先，认识到对积极变化感到不安是正常的。这种不安并不意味着你不值得拥有这些好事，而只是你的大脑在尝试保护你。接下来，试着把这种不安转化为兴奋和期待。告诉自己，新的机会意味着新的可能性。当机会出现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与之同步。不要让过去的经验限制你对未来的期待。你是有能力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相信自己，拥抱那些未知的，但却充满潜力的时刻。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逐步揭开如何吸引并接受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秘密。人类的大脑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拥有无限的潜能。在你读这段话的此刻，你的脑海中正有数十亿个神经连接在运作，创造着你当前的现实。令人着迷的是，这些连接并不是固定的，它们会根据你的思想和经历不断的改变、增长和适应。你是否曾经想过，你是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惊人力量？大多数人只发挥了自己真正能力的一小部分，每天过着自动化的生活。他们醒来，遵循日常惯例，然后奇怪为什么生活中没有发生令人兴奋或新奇的事情。但是，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无限潜力时，
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创建与这种扩展的可能性相符的新神经通路。你可能会问，我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我的潜力？答案在于理解你的当前环境并不定义你的能力。你的大脑实际上被设计成帮助你实现非凡的事情，它只是等待着正确的指令。当你明白了这一点时，你会开始注意到那些本已存在但在你有限的感知下看不见的机会开始浮现。想想看，你有多少次因为觉得自己力所不及而放弃追求某些东西？也许是一个职业机会、一段关系，或者一个个人目标。但如果那些限制仅仅是你大脑中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是可以重新编写的呢？研究表明，当人们真正理解自己的成长和成就潜力时，他们自然会吸引与这种提升的自我形象相匹配的经历。你的大脑不断扫描环境，寻找支持你对自己和潜力的信念的证据。当你开始认可自己的无限本质时，一些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你开始注意到那些可以帮助你实现愿望的资源、机会和联系。这并不是他们之前不存在，而是你之前并未调整自己的意识去发现它们。花点时间反思一下，如果你完全接受了自己的无限潜力，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会如何不同地对待日常活动？你会敢于追求什么梦想？仅仅是问这些问题，就已经开始激活你大脑中休眠的神经通路，为新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唤醒你真正潜力的过程，并不是强迫改变或努力成为不同的人。相反，它是关于移除那些人为的限制，让你的自然能力得以发挥。当你这样做时，你会发现自己自然会吸引反映这种扩展意识的经历。当你的大脑适应了这种新的理解，你会注意到你对挑战和机会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开始变得可以实现，那些看起来遥远的目标开始变得触手可及。这不仅仅是积极的思维，这是你的大脑在重新连接自身，以符合你对可能性的新的理解。这种对你无限潜力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带来一个深刻的觉悟。你一直在自动驾驶状态下运作，遵循并不服务于你最高利益的模式。这些模式，你的日常思维、反应和行为创造了一个舒适区。虽然看似安全，但实际上限制了积极体验的流入。正如乔·迪斯彭扎博士的研究所揭示的，这些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只是神经通路，可以重新导向更好的结果。想一想，当你听到好消息时，你通常的反应是什么？你会立即假设最坏的情况吗？你是否会对变化感到焦虑，即使是积极的变化？这些反应其实并不是你，它们只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养成的习惯。摆脱这些模式，为美好的事情进入你的生活打开了大门。当你收到好消息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有些人会立刻紧张起来，等待坏消息出现。其他人则会开始列举他们不配享受好运的所有理由。这些反应只是神经回路中的自动进程。好消息是，你可以改变这些进程，创造出欢迎积极体验的新模式。你的大脑并不区分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和你生动想象的事情。这意味着，每当你在脑海中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好事时，你实际上在重新连接你的神经回路。当你练习以接受和感恩的态度回应积极变化时，你正在训练你的大脑，使这种反应成为你的新常态。你是否注意到，有些日子从醒来那一刻起就感觉不同？
也许你更乐观，更开放于可能性。这些时刻发生在你自然走出习惯性模式的时候。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每天都创造这种状态，这并不是强迫自己保持积极心态，而是释放那些阻碍你自然幸福状态的习惯。改变这些模式的过程需要意识和练习。从观察你对好消息或机会的自动反应开始。你会回避赞美吗？你会打消追求机会的念头吗？认识到这些习惯时，改变它们就是第一步。每当你抓住自己处于旧模式并选择不同的反应时，你就开辟了新的神经通路。想一想，如果你的当前习惯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呢？如果你可以有意识地选择符合你未来形象的新模式呢？这并不是在否定你是谁，而是在扩展你可以成为的人。当你理解这一点，接受好事就会成为你的新常态。你的大脑不断寻找证据来支持你对生活的信念。当你摆脱限制性习惯时，你自然会开始注意到更多周围的积极可能性。当你摆脱限制性习惯时，积极体验的流动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轻松而持续。当你加入另一个关键因素，清晰的意图，这种积极体验的自然流动会变得更有力量。你的大脑被设计成寻找你内心明确定义的重要事物。每个早晨，数百万人醒来，却没有明确的生活方向，然后惊讶于为什么他们不断经历相同的结果。意图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在你的意识之外发挥作用。你大脑的网状激活系统开始根据你明确定义的思想过滤现实。这解释了为什么，正如乔·迪斯彭扎博士在他的高级工作坊中展示的那样，那些设定清晰意图的人常常报告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体验到他们所专注的事情。愿望和意图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其清晰度。一个愿望可能听起来像我希望有更好的事情发生，而一个清晰的意图则明确表述你想要体验的具体内容。你的大脑对这两种方式的反应截然不同。你是否注意到，在购买某种车型后，突然发现到处都是相同的车型？那就是你大脑的过滤系统在起作用。同样的机制在你为生活中的积极变化设定清晰意图时也在运作。你开始注意到那些本已存在，但在你未聚焦的注意下看不见的机会和联系。设定清晰意图并不是控制生活的每个细节，相反，它是为大脑提供明确的坐标，指引你想要体验的事物。当你理解了这个原则，你不再将生活留给偶然，而是积极参与到创造自己的现实中。好事并不是随机出现的，它们是对你明确定义意图的回应。你的大脑每秒处理数十亿位信息，但你只对极小部分有意识。通过设定清晰意图，你本质上是在为大脑编程，让它过滤出符合你渴望的体验。这就像是为大脑提供了一组指令，引导它将符合你愿望的事物带入你的意识中。这种理解改变了你对每一天的态度。你不再是希望好事发生，而是开始期待它们作为你清晰意图的自然结果出现。这并不是强求结果，而是将你的心理和情绪能量与特定可能性对齐。这种由清晰意图引导的积极体验的自然流动，在你理解情绪状态的作用后会被进一步放大。虽然你的思想为你所想要的东西绘制蓝图，但正是你的情绪将这些愿望变为现实。可以将你的情绪状态看作一种能量，
吸引着积极的体验向你靠近。大多数人每天都处于自动化的情绪反应中，为截止日期而感到压力，在交通中感到沮丧，对未来感到担忧。但是，假如你能有意识地选择你的情绪状态，而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会怎样？理解这种调节情绪的能力，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方式。你的身体无法区分由真实事件引发的情绪和你通过集中注意力所产生的情绪。当你练习提升情绪状态，感受到真诚的感恩、真实的喜悦或深深的平静，你的身体会释放出一系列有益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不仅改善你的健康，还使你进入一种高度觉知的状态，让你更有可能发现和接纳积极的机会。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有些日子一切似乎都顺利，而另一些日子却事事不如意？这种差异通常在于你每天开始时的情绪状态。当你在清晨保持一种提升的情绪状态时，你实际上是在为大脑定调，使其寻找与这种能量相匹配的体验。情绪提升的练习并不是压抑负面情绪或假装一切都很完美，相反，它在于理解你可以选择要维持和放大的情绪。当你有意识地培养积极的情绪状态时，你创造了一个内在环境，让美好的事情自然向你靠拢。你的情绪状态是有感染力的，不仅对他人，对你的生活事件和环境也有影响。当你保持提升的情绪时，你开始吸引与这种内在状态相符的体验。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你神经系统与环境互动的实际运用。每当你选择从较低的情绪状态转向较高的情绪状态时，你就在强化神经通路，使未来的这种提升变得更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积极的情绪能量成为你的默认状态，创造出一个持续的循环，吸引并体验你所渴望的更多事物。对情绪状态的掌控打开了现实的另一个更迷人的维度，一个量子物理学揭示了数十年的维度。你提升的情绪能量不仅影响你的内在状态，它实际上还在亚原子层面上影响着你周围的物理世界。你产生的每一个思想和感觉都会产生能量波，与围绕你的无限可能性场域互动。现代科学已经表明，在量子层面上，粒子在被观察前会以多种状态存在。这听起来可能很复杂，但其实际应用却是革命性的。你的注意力和期待实际上帮助决定了哪些可能性成为你的现实。当你将这种理解与提升的情绪结合起来时，你就成为了积极体验的强大吸引者。想想上次你完全沉浸在喜悦或感恩的状态中，当时周围的一切是否显得更加明亮、生动，充满了可能性？这不仅仅是你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你实际上是在连接那些一直存在，但在你之前的意识状态下不可见的潜在现实。你是否注意到，有些人似乎能将现实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而另一些人则停留在不变的模式中？区别不在于运气或环境，而在于他们对意识如何影响物理世界的理解。每一个你坚持的思想，尤其是充满提升情绪的思想，就像在量子场中投下一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影响着你生活中所显现的事物。无限可能性的场域响应3个关键元素：你的专注、你坚定的意图，最重要的是你的情绪状态。当这3者协调一致时，你进入了一种和谐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积极体验在你生活中显现的概率会大幅增加。
它就像是调频到一个更高的存在频率，在那里，美好的事物自然向你流动。神经可塑性领域的最新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解。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会根据你持续的心理和情绪状态进行物理重塑。当你在保持无限可能意识的同时感受提升的情绪时，你实际上在重塑你的大脑，使其更容易注意到并吸引更多的积极体验进入你的生活。这并不是通过意志力强行改变，而是理解现实本身更具流动性，更容易受到你意识的影响。通过保持一致的思想和提升的情绪，你自然地与当下可用的最高可能性对齐，将你的日常体验视为来自这一量子场的反馈。当你注意到积极变化更频繁的发生时，说明你的内在状态与这些更好的可能性对齐。这创造了一个向上的螺旋，每一个积极的体验都强化了你的提升状态，吸引着更多有利的情景。这种理解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简单性。你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或多年的学习，你只需保持对自己无限潜力的觉知，同时感受你渴望的现实中的情绪。当你掌握这一原则时，生活成为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等待着你去发现接下来将会实现的美好可能性。在你生活的每段经历背后，都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你的潜意识。它在你意识之外无声的运行，通过深深植入的模式和信念塑造你的现实。许多人之所以难以创造积极的改变，是因为他们只专注于有意识的思想，而忽略了这些更深层的心理进程。你的潜意识每秒处理数百万条信息，远远超出你的意识所能处理的范围。它不断运行的进程决定了你如何对生活事件做出反应，注意到哪些机会，甚至允许自己接受哪些积极的体验。理解如何与这隐藏的心智部分合作，可以释放出极大的转变潜力。想象你的潜意识像一座花园，每一个思想和信念都是一颗种子。多年来，你可能无意识地播下了局限、怀疑或不配的种子。现在，你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植入哪些新的进程。当你学会如何有效地与潜意识沟通时，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会开始以惊人的轻松方式发生。重新编程的关键在于介于睡眠和清醒之间的时刻。在这些宝贵的几分钟内，你的大脑以较低的频率运作，使它更易于接受新的信息。通过策略性地利用这些时间段，你可以绕过分析性思维，直接对潜意识发声，植入支持你渴望的积极变化的新信念。你是否注意到，有些最好的想法或解决方案会在你刚入睡或刚醒来时浮现？你认为为什么这些时刻对于访问更深层的心智如此强大？这些自然的状态为你提供了一个直接连接潜意识的渠道，而真正的改变正是在那里开始。在这个重新编程的过程中，视觉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的潜意识并不区分生动的想象和真实的经历。每次你在心中生动地接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你就在加强那些使这些体验更可能实现的神经通路。这不是假装，而是训练你的大脑在机会出现时识别并接受积极的机会。通过特定的可视化技巧的常规练习，可以创建专注于发现有利情况的新神经网络。你的大脑不再自动寻找问题或潜在的失败，而是开始扫描可能性和积极的结果。随着这些新模式的强化，你会发现自己自然被那些对你有利的情境吸引。这一过程需要耐心和一致性，可以将其想象为学习一门新语言。
一开始可能显得笨拙且需要有意识的努力，但通过定期练习，它会变得自然和自动化。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重新编程你的潜意识模式。每次专注于可视化的练习，都会创建支持你渴望体验的更强大的神经连接。请记住，你的潜意识通过感受和图像而非文字来沟通。当你将清晰的心中图像与真实的积极情绪结合起来时，你创造了一种强大的改变公式。随着你的潜意识采纳这些新模式，你会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有利情境流入你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这个重新编程的过程不需要你完全理解其运作原理。就像你不需要知道智能手机如何处理信息就能有效使用它一样，你不必理解潜意识的全部机制就能从中受益。只需持续参与这一练习，即可带来显著的效果。从终点生活的理念意味着采用已经拥有你渴望的心态、情绪和行为。这是一种从希望和想要转向知晓和存在的深刻转变。你的大脑和身体不区分真实的经历与生动的想象，这使得这种练习在吸引积极变化方面非常强大。当你真正理解这个原则时，可能会对好事迅速涌入你的生活感到惊讶。但请不要惊讶，这只是与你的更高存在状态对齐后的自然结果。大多数人每天都在无意识地重复过去的模式，重现相同的经历。他们等待成功后才感到成功，等待拥有财富后才感到富足，等待找到完美的伴侣后才感到被爱。但秘诀在于反转这一过程，首先体现这些状态，从而吸引相应的体验。理解如何从终点生活会转变你的日常体验。你不再不断寻找好事将要发生的证据，而是开始注意到它们已经在发生。你的神经系统对这种新的存在方式做出反应，产生与这种提升状态相匹配的化学物质，从而实际上改变你的生理，以符合你渴望的现实。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轻松地吸引机会，而另一些人却难以创造小的改变？这种差异往往在于他们的出发点。一部分人生活得好像他们的愿望是必然的，而另一部分人则处于希望和期待的状态。这种实践不仅仅是积极思考，它涉及在当下完全体现你的未来自我。当你行走、谈话和做决定时，好像你已经生活在你渴望的现实中，你就向你的大脑和周围世界发出了强大的信号。这些信号在你的当前处境和你想要吸引的体验之间创建了一座桥梁。想象一下，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你的举止会如何不同？你的呼吸会怎样？你的姿态会是怎样的？你会如何与他人互动？通过现在就采纳这些品质，你创建了与渴望的未来相匹配的神经模式。你的大脑开始以这种现实是你当前的体验，而非遥远的可能性来运作。每天早晨都是一个机会，让你进入这个提升版的自己。与其醒来后立刻连接到熟悉的过去，不如选择体现那个已经体验到美好事物的自己。这不是在否认你的当前现实，而是扩展你的意识，以包含更伟大的可能性。当你将这种从终点生活的艺术与日常活动结合起来时，效果尤为强大。像整理床铺、准备早餐或上下班这样的简单行为，都可以成为练习成为未来自我的机会。当你用这种提升的意识注入日常时刻时，你会注意到你的外部现实开始转变，以符合你的内在状态。请记住，
稳定性比强度更重要。小而稳定的体现愿望的时刻，比偶尔的强烈体验更能创建强大的神经通路。当你保持这种实践时，你会发现自己自然地做出符合你提升愿景的选择和行动，通常无需刻意努力。回顾你学到的一切，一个深刻的真理浮现出来：一旦你真正理解、接受美好事物是你的自然状态，生活就会自动发生转变。这不在于努力、挣扎或强迫改变。当你掌握了这个核心原则时，生活会发生一些非凡的事情，美好的体验像呼吸一样自然地填满你的生活。你的转变旅程不仅仅是个人成长，它是关于扩大你接受美好事物的能力。许多人专注于创造改变的过程，以至于忘了开放自己去接受。然而，正如你所发现的，当你将思想、情绪和行为与提升的愿景对齐时，接受会变得自然而然。这种理解的证据在你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节中显现。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微妙的转变，机会更频繁地出现，解决方案更容易浮现，或是积极的体验更自然地流入生活。这些并非偶然，而是你扩展的意识和你愿意将好事视为自然状态的反应。你是否意识到，这里分享的每一项原则都指向一个核心真理：改变生活的力量始终存在于你之内，等待着被承认和接受。现在你明白了这一点，每一刻都成为你通过选择和行动来展示这一真理的机会。想想所有你曾经犹豫接受美好事物的时刻，质疑自己是否值得，或等待坏事出现。现在你明白那些反应是基于不再为你服务的旧模式。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知道接受积极体验是你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请记住，这种理解不仅仅是理论，它是为了去体验的。每当你发现自己怀疑或抗拒好事时，温柔地提醒自己你现在所知道的一切，让这种觉知引导你对生活机会的反应，明白每一个你接受的积极体验都为更多的美好铺设了道路。当你将这一实践分享给他人时，这一影响变得特别强大。当你通过自己的生活展示美好事物可以自然而丰盛的流动时，你激励周围的人提升他们的期望，开放自己接受更多。你的转变产生的涟漪效应远超你的个人体验。向前看，你可能会注意到旧的思维模式偶尔试图浮现，这是自然且预期的。然而，现在你有了更深的理解，使你能够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微笑面对那些旧想法，明白它们只是你已经超越的视角的回声。想想一下，理解这一原则的行为本身是否已经以你尚未察觉的方式在转变你的生活？你一直在期待的美好事物是否已经在路上，像海浪涌向海岸一样自然地流向你？真正的奇迹发生在你不再将这视为一种要掌握的技巧，而是开始将其视为生活的自然秩序之时。这不在于强求美好事物发生，而是让它们以日出迎接新一天的轻松优雅流入你的生活。也许这种理解最大的礼物是随之而来的平静。当你知道美好事物是你的自然权利时，你可以释放挣扎，静静地允许生活在其完美的时机下展开。生命揭示了它最美的秘密。当你理解了这个真理时，只有美好的事物才能流入你的体验，其他一切都成为暂时的幻象，在这种理解的光芒下消散。